好，各位晚上好，我是懂玩买。这一视频跟大家聊一聊我的那台2024款的蔚来 ET7，我已经开了将近有5000公里了。你们都知道2022款的 ET7 呢，其实我也是车主。那购买同一个品牌、同一个型号的车，买2台，那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。再加上呢，前两天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，我说的是每次坐在 ET7 的车里，我都觉得自己好成功。虽然我买的车比 ET7 的车贵得多了去了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同学总会酸，在下面评论我说我没有见过世面。所以呢，就想拍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我买车的一些心路历程吧。我们把时间往前倒推一下，倒推到11年前的2013年12月。当年呢，我在创业，然后小有所成。那赚了钱之后呢，买一台恰如其分的车来奖励自己是很正常的事情吧。在2013年的那个时间点，我是不看国产车的，我直接就去了宝马4S店去看宝马。我心中就觉得宝马3系啊，给当年广告给的形象就是无比好的操纵感。所以我当时去宝马门店320那个标准的马力版的车我是不要的，加长轴距的车我也不要的。最后我选择了一台德国慕尼黑工厂生产的进口版本的328高功率发动机，配合着标准轴距版的产品。当时这台车价格不便宜啊，如果我能找到发票的话，给大家看一看啊，应该是37万多块钱啊。那后来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陆续也换了很多车啊。到今天的话，我也应该30岁出头，对吧？我也应该到了换宝马5系的年纪了。但是宝马5系其实永久的从我的购车清单上给划掉了。所以这一整段转变的过程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其实呢，蔚来在2014年就成立了，我是不知晓的，那不可能知晓嘛，一个刚成立的公司谁知道呢？但是到今天差不多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。其实，在买蔚来之前呢，我已经是特斯拉 Model S 的车主了。在2017年的时候，我购买了第一台特斯拉 Model S。对，当年特斯拉给人的印象就是硅谷钢铁侠，第一个造电动车的啊。其实比亚迪造电动车更早，但是我不知道嘛。在2017年那个时间点，特斯拉 Model S 就是高端电动车的唯一的一个选择，真的。买了特斯拉之后呢，其实在某一天我去兴业太古汇逛街，就是看着中庭的展出了 ES8，然后跟当时的 fellow 们一聊，说这个车大概定价在40-50万的样子。哎，那我觉得这比特斯拉便宜很多，而且 ES8 初代其实造就非常好看。于是呢，在2018年我就正式成为了蔚来车主。成为了蔚来车主之后，我就发现良好的工艺、出色的配置、体贴的服务，而且驾驶感受也不错呀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国产车可能要成了。对，在那之后呢，其实我拍摄了大量这个行业的视频，也非常关注这个行业的上下游，比如宁德时代之类的。我的运气算比较不错，也通过这类投资也取得了一些回报。到了2022年的时候，蔚来把初代的 ET7 发布，哇，原创的设计，好的设计真的是不用力的。你去看一看 ET7 的侧身，那整个车修长的线条、流畅的曲线，外加轮子的比例，到至今啊，其实非常多的国产车可能他们的产品性能已经上了，但在设计上跟蔚来总是要差一定的水平。就是好的设计真的是简洁不用力的。你去看一看，比如最近的人工智能大会。比如说进博会，他们的礼宾车都是 ET7，这是一个非常商务的场景了，对不对？在这样非常商务的场景上，ET7 在这个场景契合度非常好。然后当年2022款的 ET7 领先时代的激光雷达，敢第一个把激光雷达加在头顶上，那至今有很多车都在往上加了，大家也就觉得司空见惯了。当年其实是要承担很多非议的，就给了我一种领先者的感觉。你知道咱们创业嘛，总是要做一些领先于别人没有的事儿。再加上当时的算力，4颗 Orin X 1016 TOPS， 你别说当时了，到2024年今天9月份。超过蔚来算力的车有哪台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直领先的，就是蔚来总给你一种设计特别好，一直在领先的感觉。但非常不幸的是，在我购买了之后，就开始进入了疫情啊。疫情那3年，整个生产是有一些错乱，是有一些停滞的，而且呢，质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等了非常久，等了1年多的时间才交车。等交车之后，第一批车主的口碑不好，这个可太重要了。第一批车主的口碑不好，严重影响了蔚来积累了这么些年做工品质好的口碑。连我当年都专门去拍视频去吐槽 ET7 的质量，对不对？到了2024年4月份的时候 ，ET7 直接改款再次上市了，而且这一次改款其实吸收了我们这些老车主们的意见，全面提升了后排，并且也不那么嘴硬了，加上了后排屏幕。我去门店看到这个车之后，我就知道它上道了。
蔚来呢，其实定位这台车就是一个高端行政车啊，行政车其实要赋予的内涵很丰富的，好开呢是一个基本的操作。那新款的 ET7到底好不好开？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看过非常非常多的视频了，我就列举几个场景啊。第一个场景是在你带着很高的速度去过一些起伏的高架桥的时候，ET7到底给你什么样的感受？第二个场景呢，就是你在相对比较快速变道的时候，给了你什么样的感受？我给大家看一个 ET7对比宝马5系对比奔驰 E 级的对比，这不是拿老车对比啊，对比的车型都是现在现款在卖的车。BBA 们把自己的车是越造越长了，对吧？悬架是越调越软了，开起来呢也是越来越糟糕了，离我购买也就越来越远了。就连车的动力，对吧？当年我买宝马的时候，图它的发动机好，图它的变速箱棒，图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好，国产车中做不到。但是到了电动车时代，每一家我们说同价格，每一家电动车都是动力强大、丝滑平顺的。那这时候，燃油车的一大半基础的东西被攻破了，没了。你之前积累的特别强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在弓箭时代，你积累了特别强的做弓箭的能力，你做的箭速度又快，飞得又稳，瞄得又准，结果人家上了枪。就这种属于跨越式的进步，如果你没有跟上，那这一步你差就非常远了。你如果到今天到2024年你还迷信 BBA 的调教，就是上面这个结果。ET7 你自己开起来就是无比的顺畅。那宝马5系也好 ，ET7 也罢，还是有一些后排座的需求的。你今天去把车坐到后排，你去看一看，未来有一个叫4D 舒适领航的功能。这个功能是怎么做的呢？路不一定是平的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有一台未来开过的这条路啊，这条路有一个坑，车把这个坑给它记下了，上传到了云端。然后我再开177，再到这条路，再到这个坑的时候，这个车提前就知道前面有一个坑，于是我提前把车的悬架调好，把 CDC 的那个刚度调整完毕，用最合适的配置去过这个坑，目标就是让车内的人过得更舒适。这样一个主动调节的悬架能力，已经大大超过了 BBA 们当前在这个价位的车，比如宝马5系只能被动调节的能力。这其实又一次阶梯的跃迁，好吧？那如果是别人开呢？你再看看二排座椅，到今天我打开一台宝马5系的二排，在5系的后排就会给我一种时光停止的感觉，跟十几年前并没有本质的区别，依然是不是那么大的腿部空间，中间依然有着一个传动轴，这个传动轴依然高高的隆起，让坐在中间的人简直没法坐。所以呢，5系如果不是日常用的话，中央这个扶手还是放下来吧。跟我当年的3系真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啊，除了轴距长了一点，内饰用料的风格让你非常熟悉，让你非常习惯，让你觉得没有什么变化。但反观 ET7，你再打开它的二排，一代的 ET7 其实饱受诟病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二排不够尊。其实一代 ET7 就是照着宝马的后排做的，但是大家觉得不够尊，其实就是大家的消费要求被提升了。到了二代，直接上飞行座椅，自带座椅的滑躺能力，后排座椅最大可以调节的角度达到了37度，整个飞行座椅还会跟车门的开关相联动。这种细节之处的尊贵感，这种细节之处的仪式感，让你觉得这一下子又比他们好了很多。甚至呢，如果你坐在右后方，你需要你的腿部空间无敌大，那你就摁一下那个一键尊享呗，整个副驾座椅会向前去移动，并且向前移动的这个过程中，前排不是有个屏幕吗？这个屏幕的角度会自动跟随着椅背的角度自动调节，保证你哪怕向前移动了，你前排的屏幕的观赏程度依然是可以使用的。对于二排座椅的尊贵感、二排座椅的舒适性、二排座椅的便利性，其实已经比宝马的5系、奔驰 E 级做的都要更好了。如果你想聊一聊商务能力的话，后排俩屏幕，这俩屏幕呢是一个独立的显示系统，各自呢可以显示独立的内容。那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一些合同谈判需要谈的话，同时可以同步显示的，两块屏幕可以同步显示。比如说你去看同一份合同，对吧？看同一个地图，谈一个生意呢，其实也挺方便的。双层玻璃也给了你整车非常静谧的体验。那宝马也有双层玻璃啊，那为什么未来 ET7 做得更好呢？说的非常直白一点，就是 ET7 它使用的是电动机，电动机就是比燃油车的发动机更加安静一点。然后音响 ET7 也标配了7.1.4杜比全景声，这个东西在燃油车上可能他们还需要再进步个好几年吧，不是他们做不了，其实他们有更高的毛利追求。然后标配了 AI 助理，对，就是 Nomi 嘛 ，Nomi 其实已经进入了 AI 智能体的时代，有一些非常好用的一些能力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一些商务的需求，未来在虹桥机场甚至还有一个休息厅，
对吧？这个休息厅特别有意思啊，它是免费的，车主呢提前预约就可以去。里面呢是定制的休息的舒躺沙发，非常安静。然后相比于商务舱的候机室呢，也不嘈杂。那我每次出门呢，我虽然买商务舱的机票，我也就使用商务舱的一个快速安检。安检完之后，我就直接去未来这个休息室了。这个休息室非常安静，而且视野很好，看飞机也很方便。这样一个说是跨界的东西吧，它都比航司呢也要做得好了。就很多东西的进步啊，一旦你以这个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体验为出发的基本点来做，你就会发现，渐渐的你做出来的东西比那些传统企业做了几十年的都要好。在车上是如此，其实在休息厅上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如果你开宝马5系的话，大概率上你应该是没有一个全职的司机的。那其实呢，我开ET7我也没有全职司机啊。但是如果你有需要司机的场景，你可以使用未来的驾享。那未来的驾享呢，跟代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啊。给大家举一个场景吧。前几天呢，我是凌晨1点半的飞机啊，延误到1点半的飞机落地。在起飞之前呢，我用未来 APP 下了一个驾享订单。这个驾享招的不是代驾啊，这个驾享找的是未来训练好的专业有素的司机。同时呢，因为我下了驾享订单，我就告诉小哥去哪里取我的车，比如说去我家地库去取我车。那传统意义上，如果你要是驾享的话，小哥把你的车开走来接你，你得需要给他钥匙，对不对？但是驾享不需要，因为你下了这个订单，你就同意授权给小哥一个数字钥匙。这个数字钥匙是临时的，一次性有效，只在这个小哥对你的服务期间，他可以打开你的车。有了这个数字钥匙之后，这个小哥就直接把你的车开走，开到机场去等着你，并且整个车辆的全程定位，未来那边都是有掌握的。如果你自己想看你的手机 app， 你也能全程看到这个车的定位。就你敢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，把你的车给一个陌生的代驾司机吗？其实一定程度上你是不敢的。但是因为驾享有了未来这个平台去做背书，你一下就觉得敢了。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就是未来给你的安心感跟可靠感。我1点半下飞机，1点40就坐上了自己的车。我在出机场的时候看到那些在排队打车的人，1点40在外面排队打车，非常的疲惫。出门在外给你的这一点点幸福感其实是挺重要的。而且呢，坐自己的车你更安心，对吧？你敢在自己的车上睡觉，你也不用担心你去外面叫了一个专车，叫了一个出租车，每一个司机吧，服务良莠不齐。驾享呢，就是一定程度上把整个服务水平提到了一个标准化的高度上，同时利用一整套科技，利用一整套智能体系，一整套架构，让你可以相信、可以信赖这个司机。然后这个全过程坐你的车回家，不用等待，安心。就这种东西啊，都是你在成为未来车友之后，你用过一次之后，你就真的回不去的。然后要聊聊续航的话，每次都说未来的续航低，但是 ET7其实是未来全系最省电的车型。去年150度的电池在冬天啊，对吧？斌哥开了1044公里，直播还有电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什么千里送公章的需求，这台 ET7可以跑1000公里不充电。所以哪怕这样非常极端的场景，ET7都可以满足你啊。你说它是地表最强续航，我觉得也没啥问题。平时开车呢，你租一个75度电池，长途呢用个100度电池，有一些非常临时、非常偶尔的需求呢，极端长途租个150度电池。易车前几天做了一个极端测试啊，顶着120公里的时速在场地内跑，它是真的顶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，它是拿那个 GPS 的测速器去测的，只要车的速度达不到120公里每小时，就立刻退出这个比赛。在120公里每小时顶着不松油门的情况下，领先第2名200公里以上，甚至把当时拍摄的工作车是个燃油车都干到给没油了。就这个120公里顶着不放的测试，如果你在日常高速公路上开，你最起码得开到160-170公里才能做到自己的均速120公里啊。你日常跑高速，因为高速公路上有别的车，你需要超车，你需要减速。那很多人说什么我平时高速都开120公里每小时，你再去看一看你导航最后算出来的均速，大多数人如果能到100公里每小时就已经非常快了。很多人说自己的120，其实一算均速可能才80-90公里。但是易车这一次测试是120公里每小时的均速的情况下，真的是遥遥于领先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对续航非常在乎，我想除了 ET7之外，别的电动车你都没法买啊，是这样子的。而且呢，因为未来可以换电，你不用担心电池的衰减，不用担心电池技术的进步自己的车落后。至于安全这样的基础素质，其实我都没有说啊，真的是无需多言。对于未来来讲，这样价值观好的公司，安全永远是他们最好的、最重要的这种事情。ET7呢，在中保研的测试，在欧洲 ENCAP 的测试都是5星，并且 ET7还是国内可能是第一个标配了远端气囊的，就是主驾跟副驾之间中间有一个气囊。很多车型在欧洲卖的车有这个远端气囊，到了国内卖的版本就没有了。在未来这种事情不存在。
国内的版本也都是标配远端气囊的，就是每一点安全啊，在未来看来都值得全力以赴。所以聊到最后，就是车的一些基础素质，那长宽高上。ET7 呢，确实比5系的加长版要略微短一点，轴距呢也要短一点，但又怎么样呢？一个进去是现代化的高科技，是领先于时代的产品；一个呢，跟我10年前买的宝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你做生意，你也希望给别人一种锐意进取的印象吧？你不希望给别人的是一种熟悉、老旧、陈旧感吧？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岁数啊，我需要一台行政轿车的时候，宝马5系真的就永久的从我的购车清单上给划掉了。那不只是我一个人吧，你去看一看当前的销量，为什么油车越来越不行？为啥购买的新车里头51%都是新能源？为啥未来可以在30万以上的纯电车中销量占到40%以上，甚至50%？为什么人们都说 BBA 的销量遇到了困境？为什么 BBA 有一些门店在关闭？我想说，这才刚刚开始呢，这才哪到哪呢？别着急呀，对吧？就是他们关的店会更多的。品牌的底层永远都是产品，从来就不会出现产品不行而品牌行的例子。但是确实能看到过去品牌很行，产品很行，然后衰落了之后，在衰落的这个过程之中，你会有一些人，有一些领悟比较慢的人，他会觉得这个品牌还不错，但其实他看不见的是这个品牌已经在走下坡路了。而一些聪明的、一些锐意进取的、一些能早早的领先于时代的人，他就能看到哪些品牌在真正的高速成长，他就会压住这些能高速成长的品牌去购买他们的产品。这个长期来看也能体现出两类人群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区别啊。你开一下 ET7，用一下 NOP， 看看自己的车能变道超车，看看自己的车在城市道路中自己开。宝马呢只剩惊诧了，你坐在后排，你找一个司机帮你开，没有的话你请一个驾享司机帮你开，你再看一看两台车的差别到底有多大。你晚上到家，你坐在车里，你独自思考那么一会儿，你听一听音乐，你沉浸在车所给你的氛围里头，你看一看宝马跟未来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蔚来 ET7 不是我买的最贵的车，但是确实是让我觉得好成功的一台车，好吗？所以在2024年的9月，今天你需要一台纯电车，你的预算又在40到50万之间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宝马的5系，可以去看一看奔驰的 E 级，但是我希望的是能给蔚来 ET7 一个试驾的机会，等你试驾完之后，你就真正的明白 ET7 到底领先在哪了，好吧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懂买买。买买在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